Hello， 大家好，我係 Carrie 啊，溫哥華嘅地產經紀。我哋今日咧會同大家分享溫哥華 Kerrisdale 嘅一間1000萬豪宅，係業主咧用咗5年嘅時間咧精心打造嘅。咁咧亦都係咧我哋嚟咗，我同基仔嚟咗溫哥華都接近咗10年嘅時間啦。2016年過嚟啦，咁咧做經紀咧做咗8年 ，channel 拍咗無數條片。但係今日嘅呢一間豪宅咧，我哋真係會當佢係一個藝術品同大家分享啦。咁一齊咧好似嚟一個睇呢個藝術品嘅旅程之一嘅。咁咧今次咧呢一個嘅業主咧，佢其實就唔係 Carrie 嘅客人嚟嘅，係我同事啦 Eric 嘅客人啦。咁我都好多謝佢咧，今次咧會俾呢個機會我哋啊分享咧呢一間屋嘅。咁啊呢位係Eric 啦，我同事啦。咁他就講國語的，所以我們呢今天的影片呢會是廣東話跟國語之間穿插的。Eric， 我們這個房子是在 Kerrisdale 是吧？然後你可以來介紹一下一點點。我大概介紹一下啊，我們這個街區呢是處於 Kerrisdale 的一個非常安靜的地方，並且是極少有僅僅的幾個街區大地大房子。哦，對，因為我記得 Kerrisdale 大部分的街區都係比較窄嘅，33、122。這個面寬它大概在多少來着？接近100。接近100，所以它整個房子的地的面積會很寬，一直93乘117，所以基本上差不多1萬1尺嘅大地喺 Kerrisdale 嘅價值，地價本身就在多少400、300萬左右，係啦，買塊地翻嚟就已經係講緊400萬啦，然後咧仲用咗係重本嘅，我陣間睇完再講幾多錢係用咗去。還有一點我覺得需要提一下，就是因為這邊的這個綠色的覆蓋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你看到附近都是大樹，所以呢會給你一種就非常接近自然的一個感覺。在森林裏面，好 ，OK， 好的，那我們進來看一下，我哋入去睇下先。咁咧，一間屋嘅設計咧，我哋除咗講室內之外咧，其實室外都好考功夫嘅。我哋入去之前咧，已經見到呢度咧大面積咧用咗啲擋土牆啊、啲泥啊、園藝咧，其實呢啲咧都係當初咧業主咧去設計去諗嘅時候咧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嘅。好，我哋入去睇下先。你跟着我吧，一起吧。我跟你一起，對對對，你想到什麼就講好了。行，對，你一直就自然一點唄。對對，你看到什麼你就講，比如說你看。OK。初嚟 YouTube channel 佢有啲唔係好自然，我覺得。我就觀察到很多豪宅，它進來可能都是平直，我看見它的樓梯上來，它都是斜角的上來。對，所有每一個細節都是有獨特的設計。我跟你這麼講吧，就是基本上這個房子的原意施工的造價大概在50萬左右，50萬左右嘅設計費11萬，光設計。設計揾咗個設計師就係11萬啦。咁設計完之後，佢唔會自己生出嚟噶嘛，仲要再施工。因為這個房子呢，它是在一個斜坡上的，所以很難給設計得很漂亮、很規整。所以呢，它這種包括每一個細節、樓梯的設計、鐵藝，所有東西都是設計師花了功夫的。房子的室外的灌溉系統，不是噴淋。所有都是滴灌。哦，對，係嗰個 irrigation system 咧，佢係去到豪宅區咧，好多咧都唔會再用嗰啲噴水嗰啲啊，而係你其實永遠會見唔到佢有水嘅，但係其實佢係埋晒喺，就是在埋在土裏面。對，非常安靜，而且又很環保，會對，沒有那麼浪費。對，沒有那麼浪費這個水的資源。好，那我們進去看一下。嗱，咁咧，我哋入到嚟咧，其實咧，我睇過晒啦，我平時做過功課啦。我最大嘅感覺咧，就係咧入到嚟依間屋咧，係好似細個咧讀書咧，我記得唔知咩桃花源記定係咩咧，一步一景咯。咁我覺得呢個室內設計師係好犀利嘅，可以做到咧，你入門口開始，你望唔同嘅地方咧，係都有唔同嘅嘢去睇到，可以見到嗰個設計嘅細節啊。咁首先呢，就是大面積的玻璃，我可以看到，這個是我覺得最出彩的地方，就是玻璃。玻璃的覆蓋率是90%，90%，就是整個外牆90%。一邊走，我們一邊走看看，就是圍繞着在房子裡面有景觀，就好似呢一塊遠景。然後 OK， 我哋而家入到嚟呢一個地方咧，就係佢嘅客廳啦。咁客廳咧都係我其中一個好中意嘅 corner 咧，影唔影到，因為你入到嚟呢個位，你望到前院啦。但係因為我哋係高咗嘅，所以咧其實你望唔到馬路，你望唔到車，你見到係你前面花園嘅草啦、園藝啦，跟住玻璃呢個園景啦，都用咗好多錢去打造嘅。然後呢一邊望出去咧，又係玻璃咧，就係對翻隔離街。剛剛 Eric 說了，我們這一片 Kerrisdale 的街區呢，是植物覆蓋率很高的，所以就可以有這個效果，就是在有玻璃，然後有綠植，然後並且私密性很好。基本上你坐在你的客廳的位置，它有一個轉角的玻璃，是吧？它轉角不是用
外墙，而是整个用的转角的玻璃，所以这种基本上是不计成本的一种做法。还有成本有多少啊？说起玻璃，你看它后面都是玻璃，应该是这个房子的定制玻璃应该是在30萬左右。係單係玻璃嘅材料，即係佢所有呢啲玻璃你見到咧，同我哋平時睇嘅我哋大部分嘅獨立屋咧係冇可能用到咁大片嘅落地玻璃，呢啲係嗰啲類似係豪宅 style condo 先會見得多啦。而且因為做呢個玻璃咧，它不能再用那個木料了，是吧？它那個鋼梁。所以因為要打開，因為這個室內和室外呢。它要有一个完美的结合，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用了很多钢结构，来做成这个大的门窗。它两边都可以打开。两边都可以打開。即係話呢度咧，成間屋咧，我哋見到咧，佢呢一 part 後邊呢一 part 嘅後院咧，其實係唔係啊？問題我頭先試過啦，好重㗎呢個。佢呢個咧係上手都極重啊，太重了，我基本上都動。這個你不能這麼講，你要講你一個人都可以搞定它。搞定不了。真能搞定。我哋咧見到咧嗰啲玻璃咧，我看到玻璃是有一些，這個玻璃的質量，我感覺它應該很高，因為它是有dimmable 啦。所以因為你有咗玻璃，你咁多玻璃，好多人就會諗到就是採光很好，但是會很熱，對吧？所以有一層的遮光，但是你打開之後就很舒服。對，它有一些遮光效果的。所以因為這兩個窗哈，就實現了一個鏡頭在那。因為呢，沒事，你就對，因為有這兩個窗的情況，它就實現了一個基本上戶內和戶外的一個完美的結合，一個延展。對，就基本上你是感覺是一個平面，並不是說你有戶內到戶外的一個感覺。我覺得咧即係對我嚟講，覺得係最正嘅地方係，首先就係好少 house 啦，even 係新 house，因為溫哥華地價好貴咧，係可以咁闊啊。一般現在我們看到很多 house 它都是直的，就算你有打開咗兩片，可能個闊度只有咁多。等於兩間 house 對，他說的就是基本上兩間 house。對啊，因為我們面寬差不多90幾吧，所以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很橫寬的房子，所以可以做到採光非常的好。你可以 fit 一個整個 dining room， 然後出去還有一個很大的廚房，對，很舒服。那麼西廚的設計呢，這邊呢，它的島台呢是一個高低啊，這個一個傳統的島台的高度，外加一個早餐廳。佢其實係好開放式，我覺得佢成個廚房，這個很漂亮，這個可以往上打開。這個設計呢，我很喜歡，因為很實用。它打開之後呢，你的麵包機和咖啡機就可以拉出來。對，這樣關上去。我覺得我看這個廚房，就是我覺得一般我哋睇廚房咧，好多時都會好講究佢個實用性啊，佢啲材料啊，幾厚嘅石材啦。但我見到嘅細節咧，就係全部都係嗰啲設計上邊啊。我就覺得這個設計，其實廚房本身已經很出彩，它用的所有食材這些都很高檔，很漂亮。但是你看的是整個設計，從挑高，然後它這邊的頂有那個燈啦，然後這些都是那個日本的什麼木頭，我記得他說過，沒錯。對吧？然後都是很漂亮的，然後啲燈光啦，然後佢嗰個燈槽啦，再用咗灰色，再 match 木色，然後咧又襯翻後邊呢度咧有兩個隱藏門，大家陣間同大家睇下啦。跟住然後咧再配翻這種灰色，這個是 granite 是吧？這個是 big white，這是 granite。對。然後整個石材非常厚啊，很厚。然後 sink 啦，你可以望翻出邊嘅花園，呢度幾闊，出邊就有幾闊，而且咧又係因為好多植物啦，好多 privacy 啦，你自己呢度望出去咧已經有個少少嘅遠景啦，有啲花啦，跟住後邊嘅車房啦，仲有咧可以一大片嘅磚嘅地方可以 barbecue 可以玩小朋友啦，然後後邊咧仲有 area 嘅，所以係成個住得好舒適嘅。咁然後咧我哋咧仲未睇完廚房嘅，呢邊係影埋黑達。其實你見到咧，我覺得這個房子最特別嘅地方就是在於它充滿了細節，即係我哋好多時睇屋咧，有時入到去會有一種冰冷嘅感覺，就係即係好似全部都係白牆或者是一面牆或者一種材料，但是我們在這個房子看到的就是多種元素，而且我非常佩服這個設計師能夠把所有的元素加在一起，但係咧佢又唔會係too busy。
Sometimes when you design, if there's too much elements, you feel like very busy。好似呢度咁樣嘅話，你見到佢上邊呢一度嘅木啦，呢一度入邊嘅細節啦，仲有後邊呢邊嘅木材，然後再 match 翻成幅 dining 嗰邊嘅廚房咧，其實都係用咗類似嘅顏色，但係選用咗唔同嘅設計同材料。咁咧你就會見到晒啲細節嘅效果，但係你又唔會覺得好亂咯。呢個我好欣賞嘅。佢連呢一邊牆啊，你後邊呢度都有再包咯。好，然后呢，我们再带大家继续看这个厨房，因为有人住在这个房子，我们就不方便把这些都打开了，对，这些都是储物空间。是的，但是为了当时设计师为了这个西厨的这个完整性哈，我们实际上他很巧妙的做了2个暗门，一个暗门呢是通向这边的 mudroom 对吧？从车库过来，这边是从车库过来，那么你有一个坐的地方哈。都有一個採光窗，佢啲窗都仲做到位，連上面都有窗嘅喎，全部都有啲細節。全部很多所有的可以採光嘅地方，基本上都做得出。係啦，呢個我哋最後會去睇車庫啦。呢個就係車房，咁車房入嚟幾級樓梯就已經可以入到嚟呢個 mud room。它這些是什麼板？我記得是瑞士板、瑞士板啊。對，我記得佢講過啦。非常的這個板材的特點就是一勞永逸。好像是完全不需要再完全不会变色，不需要再打理的，对，它也不会腐败。很透气，非常透气。里面就是空的，里面就是防水紙。透氣有什麼好處呢？唔會焗住咯，唔會發毛咯。哦 ，OK， 知道。OK， 好，我哋陣間再去睇車房。然後呢，這個就是那個冰箱了，我們稍微看一看。我們就看一邊吧，還是很整齊的這邊。然後這裡另外一邊還是冰箱。跟住呢度咧就係另一個 mud room 啦。咁大間豪宅咧係冇可能得西廚噶嘛，一定要有中廚嘅。咁這邊推薦去做中廚啦。中廚呢稍微有一點亂，因為畢竟有人住，但是還是可以的。你看這邊有一個很大的爐子，然後方太嘅抽油煙機啦，基本就喺度煮啦。跟住咧 ，Eric， 這是蔥嗎？你剛剛拿的是哪個蔥？蔥啊！啊，對，這些蔥是外面的蔥啊。對啊。咪佢自己種個葱咯，你唔好睇小佢呢幾個園藝盤喎。這幾個是什麼來着？辣椒。不是辣椒，就是下面的那個，下面那個盆是叫什麼？那個什麼材料來着？鐵是吧？金屬，對。我哋屋企嗰幾個園藝已經俾我哋拆咗啦，因為啲泥咧不斷咁流失，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咁樣啦。咁呢個就係中廚啦，有雪櫃啦，然後有塊爐啊嗰啲嘅。好 ，OK， 我們廚房夠了嗎？再要講一些什麼嗎？廚房我覺得 OK 了。其實我覺得對這個廚房來說，很多用在其他房子的豪宅標準，在這裡已經是基本了，因為它太多升級的東西，我們都沒有時間慢慢講了。如果這些細節，如果咱們每一個地方講，估計咱們要講2天，畢竟房子蓋了4年。哦，係啊。間屋咧業主是2021年開始構思的，對吧？2022年開始施工，一直到2022年施工，係啦，跟住去年入住的，去年25年住，他住了很短時間，所以他東西很多都維護得好好咯。其實咧，我同業主見過面，即係了解佢，因為我好好奇啊，即係當然呢間屋咧，其實咧都係業主係有意願去賣嘅，對吧？業主是有意願賣的，只是說他花了很多心思在這個裡面，所以他可能對他來說，他並不想說馬上掛牌出售，而是要等待一個有緣人，然後要珍惜這個房子的所有的一切。因為我同業主傾過，哇，我都好佩服佢。佢話佢由一開始接觸嗰個台灣是那個建築公司，對吧？然後還有一個設計師，一開始是一個比較男性的一個設計師，他覺得不太合適，後來就換咗一個西班牙嘅女士。西班牙的女的設計師很有名的。係啦，然後咧跟住咧就呢幾年就同呢個女設計師咧就係睇稿啦，然後跑材料啦，每一樣的材料都係他們倆一起選的，所以他花了很多心思在這個裡面。OK， 我們繼續看，我們先把這一層看完，然後我們再去看樓下好了。我哋把戶外一起唄。我哋啱啱就見到都講咗啦，室內室外完全係融合嘅，喺度都會見到大面積嘅玻璃係嘛，然後呢一邊全部都係活動空間啦，呢啲磚都鋪得好靚。然後花園做了很多日式的元素在裡面。你剛剛說園藝前面後面所有的東西加起來，設計費是11萬，沒錯。然後施工即係打造真真正正做咗出嚟，就差不多是40萬，50萬，係仲要維護咧，你每年都繼續要維護。這個是假草吧？這個是假草，對。這個地方其實是可以要放一個戶外的亭子的。對，如果亭子再放好的話呢，後邊的私密性會更好，會好很多。
係咯，佢呢一間屋咧一闊咧就有個好處就係咧嗱你。即係我哋好多時係咧睇啲比較窄嗰啲咧，即係33啊50 frontage 咧，個花園就得咁少噶啦，跟住你仲要去擺車房啊，冇地方放，個車房得罪你後邊啦。呢一間一闊咧，呢邊都仲有個車位，跟住中間仲有咁闊落嘅，即係自己去 barbecue 啊，喺度嘆世界啦，跟住然後有晒護欄啦，跟住隔離呢個咧仲要係4車房嚟嘅，即係入邊可以放到4部車。咁而家業主其實冇咁多車房喺裏邊嘅，咁其中一 set 咧就係一啲好似工具房咁樣咧，就擺晒啲嗰啲叫做器材啊咁樣啦，咁然後車房出邊咧呢邊咧都好巧妙咁打橫拉咗個窗嘅。我覺得呢間屋咧佢嘅感覺俾我感覺就係佢用好巧妙地，佢會因應嗰個空間咧去設計嗰個採光咯。就係譬如話你車房因為好亂噶嘛，所以你唔會話車房打個好大嘅窗，但係反而咧你就咁樣長條形就會可以收埋好多好亂嘅嘢，但係又有採光咯。好似頭先 mud room 都係嘅，陣間仲有啲地方都係我哋落去睇埋啦。而且好特別嘅地方係，它是不是整個地台抬高了？不是，他肯定要做呀。它有一個鋪，肯定的，對啊。因為你看那個車都是一半在下面。這塊地，我們剛剛那個角度看過來，呢部車你會覺得佢唔會好礙眼，因為有啲時候如果是做平的話，你這車就很高，你就覺得亂七八糟的。剛剛這個幾乎藏在這個樹林裡面，然後呢度上嚟都係啦，哇呢邊都好靚喎，係咪啊？唔記得咗啊嘛。其實呢度咧就係呢一條路咧就可以出翻去我哋頭先前面嗰個地方咯，就是繡球吧。繡球，沒錯。你看這個園藝實際上剛剛做了1年，對吧？但是你看上去非常的成熟。這是因為什麼呢？這是因為設計師選的所有的植物，啊，包括有一些花木啊，都是很成熟的，並不是說很小棵的。像這個繡球呢，應該就是長了很多年的一個繡球。總結嚟講就係話點解園藝成本會咁高咧？因為園藝又係好多層次，我哋有機會再出片講解啦。就係你就算係咪？這個叫什麼來着？紅豆杉。紅豆杉。他們買來的這個樹牆啊，都是用的很高的。你看現在看上去都已經差不多有7尺多，接近8尺啦。即係你買翻嚟嘅時候，你都得揀噶嘛。如果你人哋已經種到好成熟嗰啲，一定會貴啲啦。跟住細棵嗰啲平啲咯。咁就當初園藝採購嘅時候已經採購咗最貴嗰批，所以你入到嚟咧，你就唔會覺得要等啲植物咧慢慢長幾年啊。即係入到嚟已經好成熟嘅園藝。呢個今日都學到嘢，冇諗過呢個問題嘅以前。好嗱，我哋而家咧出邊睇咗好多啦，我哋而家就落去睇下咧呢一間屋咧係嘅娛樂間係點樣啦。這邊那個 generator 要不要講一下？另外咧。你想嗎？另外呢，這個設備呢是它的發電機哈。假如出現大風大雨斷電的情況下，發電機可以保證整個房子的正常運轉。這個是發電機。對。備用發電機。對。就是說，如果停電了，就可以，它可以維持多久啊？一直可以啊。哦，真的？對啊，因為它燒那個什麼的嘛，燒別的燃料的。OK， 哇！呢個又學到嘢啦，好豪宅標配，好啦，咁然後我哋依家就入去睇下啦。咁住喺呢間屋嘅人咧，你見到佢嘅即係平時嘅生活啊，係嘛？即係車房有好多啦，有後花園啦、前花園啦，然後有好開闊嘅空間啦。咁我哋又睇埋咧一個娛樂嘅空間係點樣噶啦？我們先往下走，對吧？每次就行過呢間屋咧，我都會覺得佢充滿咗好多細節。你行去邊個位都有啲唔同嘅嘢啦。呢度咧就係兩邊嘅玻璃啦，樓梯係懸浮嘅，然後每一層樓梯都有燈光，而且佢嘅燈光系統咧都好特別嘅。佢已經係 set 好咗唔同嘅氛圍。咁我而家唔好搞佢啦，即係夜晚有夜晚嘅，日頭有日頭嘅。咁當然我哋落去樓下之前望埋咧，啱啱正門入嚟咧，呢邊仲有個書房位置。咁書房咧就啱啱好同後邊嘅所有嘅休憩空間咧係隔住晒嘅，望翻前院，咁然後咧佢都有啲好特別，你見到其實咧佢充滿咗設計嘅，每一樣嘢都係錢嚟嘅，燈槽啦，咁樣打橫打直，然後呢度兩盞燈，跟住呢邊咧就係一個唔同嘅牆紙嘅搭配。好啦，咁隔離就係 powder room， 而家咧我哋就落去睇埋啦。我剛剛沒說門口這一塊也很漂亮。門口的這個拼花啊，都是用了心思啊。就是金屬的邊，然後這些就是 tile 吧。對。包括家裏邊的幾乎所有的家具，都是建築設計師幫忙選的。原來家私都唔係自己買嘅，佢為咗去 match 呢間屋嘅設計咧，設計師係幫手揀埋家私去 match 嘅，係啦。今日真係
睇豪宅團啦。好啦，呢一幅牆咧，我又係好中意嘅。咁樣咧，尤其如果你下邊開咗燈，你一路行咧，呢邊就有園景啦，有玻璃啦，跟住之後咧呢邊咧就係另一種體驗啦。嗱，上邊我哋睇嘅好多都好種溫和嘅，有少少係雖然係西岸風情啦，都有啲日式 style 啦。落到嚟開始咧，陣間去到 gym 房咧就會轉 style 啦。呢邊係深色嘅牆壁啦，咁然後咧呢幾幅畫咧都係好靚嘅，其實。對，你可以講一講，這個是金箔做的。你來講吧，不用我可以講一講。你說吧，你別走那麼快啊，你回來。OK， 現在講。那個可以，我不知道他說金箔是什麼呀。我們看到這個樓下哈走廊呢，設計師給添加了很多很漂亮的這種畫啊，這個都是定製的，材料呢都是用了很多的金箔，所以造價也是不菲。對，金子。金價很貴。對啊。乜嘢金價很貴的金箔？所以這個畫應該還在升值。對，它有幾幅，有4幅呢啲，即係佢都 match 得好靚喎，係咪？啱啱好上面有燈落嚟。對，你如果在這邊，如果掛畫，遠遠達不到這種鑲嵌在裡邊這種畫的效果。因為它整個框在裡面，然後到底 OK。然後咧右邊樓梯底咧又係好巧妙咁用咗樓梯底嘅空間咧嚟做一個放酒嘅 area， 然後呢啲玻璃全部都係定製，因為佢淨係 match 翻嗰個樓梯一行行嘅闊度啦。而且我覺得我自己就唔係好識酒㗎啦，所以我冇研究酒嗰啲品牌，但係我覺得入邊嘅燈光效果又好靚嘅。佢下邊呢一排燈啦，再 match 樓梯上邊一個個燈，所以就照到呢個酒櫃特別靚啦。然後後邊嘅磚咧就灰色啦。然後咧，我哋嚟到後邊呢個就係咧休憩空間，又係佈局咧非常之合理啊！喺度飲酒啦、攞酒啦，咁中間有一個大嘅打牌啊、玩嘅 area 啦。然後你見到有埋電視機，呢邊有鏡，跟住呢邊咧都有個水吧可以飲酒啊、整咖啡啊咁樣嘅。跟住嗰度就係 gym 房啦。咁嚟到呢一個位咧，我覺得其實這個房子上面有完全就打開，很通透的感覺。是的。然後下面這個地下室呢，就沒有什麼很多圓的東西在呼應，你看上邊的這個 ceiling 的這個燈哈，包括下邊的圓桌，還有這邊很巧妙做了一個圓的鏡子。哦，對對對，來增加它的空間感。下一個細節，咱們可以看一下這個洗衣房啊，看看洗衣房的細節。其實佢呢個等一下，其實佢呢啲又係暗門嚟嘅喎，即係咧，如果你有客人嚟，你唔想俾人見到這個是洗衣房的話，你把它關上。可能人家就不知道這個是可以進去的，完全是暗門的。這個房有幾個地方都是暗門的，對，這個只是其中一個區域。剛才咱們看了廚房和 bathroom，對吧？如果唔熟悉嘅話，咪係咁按撳咯，要撳到去邊個位先入去。好啦，咁然後咧入到嚟呢個就係一個洗衣房嘅位置啦，都好靚嘅。洗衣機、乾衣機呢個嗰個 Mila 嗰個唔係 Mila 嗰個蒸衫啦。然後呢邊你見到全部都係儲物空間，連洗衣房嘅細節都唔放過。有好多時候一啲嘅豪宅咧，佢係淨係一啲主人房啊，或者係講緊客房廳嘅位置做得靚，但係佢係唔放過間屋任何一個細節嘅，連一個工人愛嚟做洗衫嘅 area 咧，佢都做咗高低櫃、唔同嘅燈條、唔同嘅牆磚同埋櫃嘅設計啦。咁然後咧，我覺得設計嘅工藝咧喺呢個下邊係睇得好勁嘅，即係我喺呢個下邊嘅空間咧係每一處都有嘅，即係哪怕啱啱呢個櫃咧無啦啦就會多咗一個座，有個燈咁樣可以俾你去裝飾啦。可以放一個。放一個小的藝術品啊，對吧？放一個藝術品。然後這邊也是，呢度又係有一個火爐啦，跟住又係 match 咗呢啲係殖民，然後嗰度係打橫嘅，即係成個空間嘅設計好靚啊！還有這個就是，我們看一下這個空間其實做得很巧妙的，把這個娛樂的區域和健身房給分割開，這是一個完全一個鐵藝，它是金屬的，是吧？鐵藝加玻璃，而且好冇聲嘅。係啦，金屬加玻璃嘅設計，做咗個暗下效果，有唔同嘅健身器材，有埋電視機櫃，上邊有燈，跟住我來看看這關上嘅效果點樣啦，應該挺好。我都說若隱若現咯，係嘛？我哋啱啱用咗好多嘅篇幅咧去講佢嘅設計特色啦，即係唔同嘅材料啊、燈光啦，仲有一樣就係佈局咯。我哋一路行到而家為止咧，基本上係冇一啲好浪費或者應該有又冇嘅地方，或者唔需要有嘅地方。嗱，好似 gym 房啦，咁好 naturally， 如果你做 gym 做得很髒啦，或者是你想洗澡不想跑樓上或者樓上有客人嘅話，你直接就可以喺這裡解決。然後 gym 房入嚟就有個洗手間啦，有得沖涼啦，有 ring head，有
handheld shower 嘅廁所，同埋仲有個好大嘅台面。嗱，大家可以留意呢個係我哋睇嘅第二個廁所。我哋頭先門口 powder room 簡單咁睇過下啦。咁每一個廁所嘅設計同顏色都係唔同嘅。嗱，娛樂仲未完嘅，嗱有得做 gym 啦，好健康啦，有得飲酒啦、打牌啦，仲有得唱 K 睇戲，尤其而家睇世界盃最正㗎啦，就仲有一間電影房嘅，而且呢個電影房咧都係設計得咧有合理 size 啱啱好啦，然後全密封式設計，跟住咧做咗好多呢啲吸光嘅，我很喜歡這個頂的啊，對，這個星光頂，完全就是勞斯萊斯這個星光頂的概念，很漂亮，對。對，然後這個空間也很寬，沒錯。後面呢也真的是放了這些電影的一個椅子，嗰啲 K 房會所嗰啲。可以在這邊做。係咯。你嗰啲咩會所嘅 K 房好多。係啊，即係你有時去嗰啲，譬如我哋睇好多 condo 啊嗰啲，我們有時候看很多那種公寓的那種gym room 啊，不是 gym room，那個唱 K 嗰啲房都沒有這個高級。對，因為他做了太多細節了，所有的櫥櫃、燈光、效果。氛圍燈，包括這個星空頂，然後圍住一圈燈啦 ，projector 後邊啦，呢邊係藍色，而且這些都是隔音的吧？都是吸音材料，嗰啲係咯，吸音棉啦，係嘛？然後呢度咧又係好舒服嘅地氈。我們看到這些全部都是吸音材料，吸音，對，全部都是吸音材料。然後加上一些燈光 ，OK， 好。然後呢，我們現在就看完了下面這個娛樂空間，我們就看一下 technical 的東西了。因為要 power 這個房子的話呢，其實你是需要在哪裡？這個洗手間。我非常喜歡這種風格啊，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燈光啊和完全定制的這個。這個是全包的。這個全包不是，它是定做的。我來啟動一下。哦。呢個係好似人哋啲音響。係咯，係嘛？洗隻手。Yeah, that's cool。佢呢一度又係一個好似 X 嗰啲叫咩啊？沙灘嗰啲一層一層嗰啲沙嘅感覺，跟住然後呢度咧就有一粒粒嗰啲。好嗰啲叫咩啊 metal 感覺嗰種砌嗰啲馬賽克嗰種，呢度又唔同嘅喎，呢啲磚咁大嘅，唔係佢呢幅石嚟嘅喎，係咯，佢呢一個係分隔係咪？呢度成幅都係，呢度有一幅咯，打直係咯，好靚，然後呢邊轉角位都有加有燈光效果，好啦，然後咧。嗱，我哋而家咧睇晒娛樂啦、休憩啦、煮食空間咧就進入房啦。咁我哋而家睇緊嘅呢一間房咧就係 basement。咁其實佢當初咧業主咧去設計呢間房嘅 concept 咧就係俾佢自己嘅父母啊雙親去住嘅。咁所以即使係一個 basement 嘅房咧，佢都係用咗好多心機嘅，就包括呢一個嘅採光嘅呢一幅窗啊，很少 basement 能有這樣的窗戶。基本上這個房子呢，因為它的地勢的問題。這邊呢做一個半地下，但是你看出去的感覺完全沒有半地下的感覺，而且它雖然是個客房，但是標準基本上和主臥標準是差不多的，所以呢，它的大窗外邊看到的繡球其實也是一個景觀。這就是剛剛我們行過，我哋啱啱頭先喺前面過道嗰度種咗好多繡球花，其實就係呢個 area， 其實就係呢個。半個窗啦，可以採光啦，可以透氣，呢啲全部都係電動窗簾，而且追光嘅。沒錯。係啦，咁呢一個主人房嘅話，設計細節咧就係在於燈光啦，譬如上邊嘅燈啦、燈條啦、金色啦，然後配翻後邊嘅牆紙所有嘢，即係全部都係 match 嘅。咁然後咧呢一個都係一個套房嚟嘅，嚟到呢一邊咧就有個洗手間。呢個洗手間咧都係用咗好多唔同嘅。tiles 嗰啲拼砌一樣咧，有個採光窗喺上面啦，所以廁所都係明廁啦。咁然後呢一幅石咧就係光面，跟住然後咧再 match 翻呢邊咧完全唔同嘅石材，但係顏色咧係好 match 嘅，係啦，唔同嘅材料，唔同係啊。佢呢度上面燈，呢度燈係嘛，跟住然後呢一幅shower 咧又係啦，即係佢呢一邊係一幅啦，呢度係一種，呢個一種啦，跟住呢邊又係去翻頭先嗰個類似嘅沙灘咁嘅效果，好舒適。然後 double sink 啦，然後嗰啲水龍頭咧都係入牆嘅。其實係即係講到尾，大家可以留意喺畫面，我哋見到嘅每一樣嘢咧，都係有唔同嘅細節嘅牆壁啊，呢個樓梯上去啊，啱啱起到落嚟啦。我們先看一下那個設備間嗎？設備間對，應該就是這裡。對，這是另外一個暗門，對。哦，係喎，也是隱藏。對，你要推進去，否則你看不到的，對。OK，好。那麼這個房子呢，很多房子呢，尤其這種豪宅，那麼它做的標準。包括，其實這個設備間呢是能看到它的水準的。那麼所有的設備間
也是全部铺了瓷砖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设备啊，这一组设备呢是弱电和家居智能系统2个热水炉来呢個係即给熱式嘅熱水爐，係啦。来给全屋供地热。它這個是 on demand 的，對吧？ on demand，但是然後還有一個儲水罐，係啦，仲有個 hot water tank，即係呢啲係供應熱水啦。然後呢個咧就係剛剛你說，這個是整個房子的那個 smart home smart system， system，對，所有的音箱因為啊，好多燈保光安啊，咧，我哋啱啱撳唔同嘅掣，你有唔同嘅燈光效果咧，其實佢個主機都喺呢度。這些是什麼？這些也都是弱電的控制器。然後外加電箱啊，所有3個電箱，這個是剛剛那個發電機，對，發電機的控制看到。強電弱電。誒，哪個是看到多少？呢個咧？哦，原來係呢個，咁呢個咧100咯。即係500咯，加埋。這個就是那空調是吧？這個是空調，新風系統啦，然後有嗰個冷暖氣嗰個 system 啦。它的這個細節做到什麼程度啊？所有的管道都包起來了。呢個就係睇個機房咧。我記得我哋好多年前喺西灣定係邊度咧，好似有拍過睇機房都可以睇到間屋咧設計嘅時候，施工隊啊、設計隊嗰個用心啊，因為有啲係好亂噶嘛，住線咁樣炒埋一嚿，這些都是包到。就屋主對細節特別的注重啊，真的是不計成本的，就包掉這些管子，這個大概花費了1萬加幣啦。1萬蚊，其實你見到係好多時，我哋見好多機房。佢仲要佢 organize 個工程師要設計啲管係點樣走喺最少同埋最好都做得。即係佢唔會有好多兜嚟兜去重複嘅路線咯，即係最好嘅路線包晒。然後同埋假天花啦，好多時機房咧，就算係一啲我哋見過好多即係大屋啦，冇話豪唔豪宅啦，佢首先地下唔會同你鋪磚線，都係 unfinished 嘅，可能係講緊係水泥啦，或者係鋪咗啦，跟住呢啲可能都係即係 raw 嘅，但係呢啲佢全部都鋪咗板，有假天花，有晒好光亮嘅燈咯，咁所以你可以見到佢間屋咧，因為我哋所有嘅牆壁係包實咗，睇唔到入邊係點噶啦嘛，咁但係起碼機房你已經見到佢嘅細節位啦。OK。呢個咧就係小朋友玩嘅空間，對吧？就是小孩嘅空間。它的基本上，它設計的理念呢，首先它也有一個飄窗哈，這個飄窗也很漂亮，看到你看今天陽光，這邊是朝南的，所以陽光可以灑進來，並且可以看到這個繡球，啊，然後呢家裡邊因為主人家是2個小孩子，所以呢設計了2個完全一樣的空間。啊，包括畫板啊，包括書桌，對，所有的櫃子。即係小朋友上面就瞓覺房，如果要落嚟做功課啊玩嘅話咧，就仲有一個自己嘅一齊嘅空間。好，咁然後這邊呢是一套工人房，不用看，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呢。咁咧，我哋而家咧就睇埋工人房就唔睇啦，因為工人喺裏面啦。咁然後咧，我哋就溫哥華真係好少有，係啦。咁然後我哋而家咧就上去咧2樓就去睇下咧嗰個瞓覺啦，3間房嘅空間係點樣啦。咁又經過哇，每次上嚟呢個樓梯咧，即刻由下邊嗰種暗黑啲嘅效果，上到嚟嗰種光明嘅遠景咁樣啦。好，呢條樓梯上去。嗱，你去到呢個上邊咧，佢又係咧有一排嘅天窗，咁所以咧上樓根本燈都唔使開嘅，其實就係有一個好 natural 嘅天然光嘅效果啦。然後呢度有個直窗係去到個露台嘅。我們現在從哪一個房間開始看？先從主臥吧。OK，行。我這邊。好的。然後咧，嗱，我哋而家咧進入咗一個主人房噶啦。咁咧，主臥有什麼特色？我們來看看。主臥的特色，第一就是有一個大的陽台吧。這算一個特色吧。它這個是電動的，你不用拉。由下邊嗰個客飯廳空間啦，到大部分嘅房咧，只有少數咧係唔係電動嘅。哦，佢去到上邊嗰層咧，都有好多係玻璃嘅面積啦。嗱，又係減光咗㗎，你一開即刻覺得光猛咗啦。咁然後咧，呢一個咧就係主人房，望翻去後院嘅空間。咁我哋咧同後街之間嘅 distance 咧，其實都好闊嘅。除咗自己嘅後院之外咧，仲有一條。應該你說 Linkway 吧？對，有呢條 Linkway，然係人哋嘅後院咯。咁再加埋，因為本身你睇 Kerrisdale，我哋呢一個環境，你望出去咧，都真係植物特別多啊，所以你其實好多 privacy 啊，同人哋屋企隔好遠。
好，咁然後那個陽台也挺大的，看着自己的空間。对，最重要的是这个你說门窗完全打开了，又给你一种室内和室外的一种衔接，对吧？很完美的一个衔接。它那个设计楼下用的那个 Swiss boards 是白的，这边就是黑的，然后还有上面的这些。没错，车库也是白色的。对，好，然后哇 ，OK。这边還有一個它那個可以上嚟嘅電視，你會操作嗎？不會。係啦，佢呢個仲要係，我都係好似第一次見到呢種捲簾式嘅喎。間房度設計咗後排係儲物空間啦，跟住呢一個咧係捲動式嗰啲投影儀咯，咁就可以睇戲啊嗰啲啦。主人房咧，佢嗰個設計咧都係比較日式嘅。我覺得它這個做出來嘅台挺特別啊。然後上面有燈光啦，然後都係木料為主啦。跟住呢度成塊背板。好，咁我哋睇完咧呢個主人房啦，寬敞都好大嘅。你見到擺咗呢個應該係 king size 床啦，之後仲有好多空間，對吧？對，然後它的這個床的背板基本上都已經提前做上去了。所有的燈光和氛圍燈啊，都考慮到了，它有2層設計。呢邊都仲有個燈。係啦，好酒店式。咁然後咧，咁呢邊入去就係主人房嘅洗手間啦。咁呢個咧當時第一次嚟參觀嘅時候咧，真係好羨慕，即係我夢想中希望擁有嘅衛生間，真係好，即係佢係成個空間咧係大得嚟咧，係設計得好實用嘅。咁我哋最後先講燈光效果啦。咁首先頭先門口入嚟 double sink 啦，然後有2盞燈，而且個燈都設計得好特別嘅2個圓形，再加2條長條形嘅採光，跟住後邊有燈啦，然後上邊成行咧都有玻璃，它那個採光做得很巧妙，就是你根本就不怕 privacy 的問題，又沒有 privacy 的問題，又給你帶了很多自然光進來。咁然後咧呢一個咧就係咧我夢寐以求嘅，經常希望可以擁有嘅呢個嘅Japanese style 啦，而且仲再大啲嘅一個洗手間嘅空間，有一個沖涼空間，然後有個好大嘅 niche 啦。呢個 niche 咧都係用，這些是石材吧？石頭，對。都係石材係包。全部都是 granite。係啊，你放嗰啲護髮素啊、洗頭水啊，好多空間，呢邊都包咗啦，呢度一路包落去啦。咁呢度係大片嘅磚，你見到其只有一條縫喺呢度。跟住呢邊仲可以坐低，你可以喺度掛毛巾嗰啲，因為你 shower 嘅 area 咧，加埋按摩嘅位咧，都係呢一組。這一組應該挺貴的，我記得那個1515有這個大的 rain head，對 rain shower，是吧 ？rain shower，普通就不是那種普通的伸出來，它不是，它是一個 rain shower。係呢邊有啦，因為呢邊仲做咗啲儲物空間，你見佢好多嘢咧，全部都喺細節裏面已經幫你諗好晒，呢度上面可以放嘢咁樣啦。而且所有的水全部都是電控的。哇，真係 rain 喎！啊 ，rain shower。可以啊。知道裡面有脱衣服。對。它還有那個是什麼模式？哦，這個是那個攤零的，OK。對，所有的控制都在這邊。這個是一個很 fancy 的一個系統。但係佢又可以防水嘅喎，呢嚿嘢係嘛 ？OK。係啊，我都係第一次見。包括蒸汽啊，還有這個噴淋浴，有1、2、3、4、5個頭。梳妝台啦，然後有鏡啦、燈啦，然後呢邊咧都係好似酒店式咁樣設計嘅。除咗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好似係懸空咁樣嘅成個洗手台好長之外咧，下邊呢度仲可以擺啲毛巾啦。呢個係 evening 模式係嘛？最光猛模式係啦。咁跟住，然後呢一度咧就係唔同嘅 tiles， 跟住咧就係座廁上邊都一樣有採光嘅，成個廁所都係 wrap 咗嘅。呢一個玻璃門後邊都仲有儲物空間。係啦，呢個廁所大得嚟好合理。咁然後跟住咧行到出嚟呢邊咧，仲有一個放啲飲品嗰啲 area 啦。有時你夜晚可能唔想行落去飲啲酒啊、飲啲水啊咁樣啦，有電掣嘅。咁呢度咧亦都有啲 privacy screen 喺度，因為呢個採光好好啦。但可能你唔想俾人見到嘅，你喺主人房嘅時候，你可能冇着咁多衫啊，或者衣衫不整嘅時候啦。咁呢個咧都係啦，又係夢寐以求嘅衣帽間啊。咁入到嚟咧，見到佢成組全部都做晒衣櫃，打晒好多燈，有晒好多台面嘅嘢嘅，咁所以都好靚。而且呢邊咧都有一個嘅採光窗，咁呢個窗咧應該係望翻我哋啱啱主人房嘅露台嘅，係啦。咁呢個後邊仲有啲遮住咗嘅櫃啦，係啦。另外就是整個房間所有的櫥櫃哈，都是溫哥華本地的一個老師傅，一個人做安裝。對，因為他的手藝是非常好的，一次過不會返工，
所以这是一个，所以就是这些所有的橱柜。那得造多少时间？所以很下功夫。这里有灯的，就是实木材料吗？对，就是他一个人做的，然后一个人来安装的，然后再加工几十年的一个这些师傅，对，所以每一个细节他都非常的清楚。你想問咩？安裝很久。安裝肯定很久啊！這個房子蓋咗咁長時間。好，咁然後樓上主要係3間房啦。咁我哋啱啱睇咗一間主人套房啦，然後兩邊咧就係小朋友嘅房啦。咁都係套房嚟嘅。然後一樣咧，貫徹翻就係採用咗大面積嘅窗。咁啱啱設計得好合理嘅就係主人房有 privacy 就對翻後院。咁其中一間小朋友房咧就對翻前邊街嘅，望到前院又係大面積嘅玻璃啦。呢個可以開窗。真係落地玻璃咯，係嘛？嗰個 style 嘅感覺超級正啦。然後係啊，應該係因為佢又暗咗噶嘛，佢就係掂咗落嚟嘅。咁跟住然後咧呢邊就係去廁所啦，呢度咧已經做好晒櫃嗰啲嘅。咁咧佢呢一間兩個小朋友各自有自己嘅套房啦。咁佢哋咧又 share 咗一個咧露台空間，其實都挺多陽台的。對，主臥有個陽台，這裡有個陽台。這個門是通往另外一個房間的，所以2個小朋友可以共用這個戶外的空間。OK，然後這邊就是側院哦，呢個就係下邊嗰個中廚嗰個位，睇到啲葱啊，這葱為什麼都倒了呢？因為太大了，對，太重了。它都開花了。對，葱花。旁邊這個是什麼？豆角。那這個呢？西紅柿。咁我哋睇埋啱啱睇咗其中一間啦，呢個係另一個小朋友嘅房啦，一樣啦，都係有洗手間嘅。咁小朋友洗手間咧又係個空間合理好多。咁呢邊咧都係有個直立嘅 shower，呢個顏色比較暖色少少啊。呢啲石材哇都係好靚，成幅嘅。然後上面有個 ring head，樓底好高啦。然後呢邊咧大家都見到咧係有晒好多嘅採光窗，但係有窗得嚟咧又有 privacy 嘅，你唔需要話入廁所之前咧仲使咪睇下着翻件衫先咁樣啦。跟住咧，這些是 tile 吧？tile 對。tile，那個牆紙哦 tile 就是 tile，就是 tile，整塊的 tile，整塊的 tile，對。很大的 tile，對，非常漂亮。我都看不到它中間。而且你看這邊的 shower 這個細節，還有這邊是一個整塊板。其實我很喜歡這種石材的顏色，暖，這個色很暖，對，暖色調。對。然後佢嘅燈光都係打喺呢一邊咯。這個就是屋主喜歡這個西班牙的女的設計師，就是她會給你感到非常的溫馨的一種感覺。就很暖，而且呢，你看每一個房間啊都是不一樣的，完全都是獨立的設計。其實就是說我哋去揀設計師嘅時候咧，如果大家熒幕前嘅觀眾有機會你喺度定製緊你自己間屋嘅時候咧，有時揀設計師風格都好重要。我記得那個設計師，那個屋主就是說，他這個設計師是女性風格重，前一個很陽剛，就跟男性更會喜歡。男性設計師可能設計出嚟就冇咁多咁 warm 嘅嘢啦。OK， 然後呢一個啦，你看這個2個房間，上邊2個小孩子的房間呢是2個 color scheme。如果你看的話啊，就是窗簾的顏色、櫥櫃的顏色都是不一樣的，包括每個衛生間用的顏色都是不一樣的，所以每一個空間都是獨立設計的。這個就是往後院看，對，一個房間是朝前面，而且它已經做了很多儲物空間了，都已經做好了。這些我開一個看看啊，裡面都有燈。這些櫥櫃也是你剛剛說，也是都是他，全是他，所有的櫃子都是他，全部的櫃子都是他來做的。這裡面都有燈條，我不好意思，我想再開一個看看。每一呢啲都係一個個夾板，即係個設計真係做得很好，就是已經想好了，有些是長嘅，有啲係側邊嘅，然後有好多櫃桶空間。真的不錯。好，咁基本上就看完啦。對啊，看完了，對吧？對。車庫使唔使啊 ？OK。我就喜歡那個車庫。那其實我們跟那個我哋跟我哋老闆睇下車房先。係，哇！呢個落嚟都好靚喎。其實對面嗰個地中海風格都幾正，好似去咗度假咁。睇嗰間屋咧，個感覺咧。好啦，咁我哋咧就最後咧就參觀埋個車房啦。咁我哋啱啱未行過呢條側門空間，哇！即係兩個散熱器對吧？對，兩個空調。成間屋都係有冷氣啦。空調加濕機。呢啲管道都包好晒喎。萬幾蚊包埋，係好犀利咯。然後你睇佢呢啲位都做咗啲擋，即係嗰啲金屬嗰啲擋牆咯。它的擋土牆，
它连园艺都这么讲究，所以就这个是白石，这个是小石，这3层。对，而且你看它用这个挡土的都是用的金属的，是吧？金属的好处呢，第一，它生锈之后呢会很自然、很现代的那种感觉，很有设计感。第二呢，基本上是免维護的。它永遠不會爛掉。其實它整個屋就即係金屬吧，鋁咯，呢個鋁其實佢成間屋咧，佢嘅建造成本係好高嘅，但係咧一啲用嘅 materials 咧就相對嚟講咧就變咗係將來嘅維護咧就低啦，因為你譬如呢啲金屬嘅，你基本上唔使點樣維護啦。咁生鏽咧就係原本就係希望佢生鏽變成呢一隻顏色又係 modern 啲啦。咁啱啱都講咗啦，佢呢大部分就係玻璃同埋呢啲 Swiss board， 咁全部都係免維護嘅，終身都係咁樣嘅。咁所以呢間屋，然後呢啲係磚啊，呢啲係水泥啊，呢一啲咧做園藝嘅，這是什麼？這是塑料的，是吧？即係塑料的，然後呢啲嗰啲水泥牆咧，全部基本上都係低維護成本嘅一啲嘢嚟嘅。好，我哋睇埋個車房啦。咁隔離仲有啲地方可以放嘢。我們很快拍一下這個。你可以進去，我們基本上 OK 啦。謝謝謝謝。咁我哋參觀埋車房，車房就比較未執好嘅，但我都可以走去睇下啦。佢係4車房，咁其實呢度可以泊到2部車。我出去睇好，即係話咧我哋呢一間屋基本上你見到個闊度咧，由只有金屬嘅位開始，就係屬於呢一間屋嘅土地面積㗎啦。呢邊有金屬圍欄啦，我哋人可以喺呢邊行啦。4個車房，而家開晒車房啦，2個各自可以放2部車。咁但係佢哋業主其實而家都冇用足晒嘅，好多都係儲物空間。譬如嚟到呢度咧擺胎啦，呢度好多儲物空間，即4車庫。這個4車庫真的太讓人羨慕了。多嗎？溫哥華的豪宅能弄到4車庫的？有一些有4車庫的，但是在溫哥華西區有4車庫，並且還有這麼寬的空間的，就不多了。對。對，它其實還沒有結束呢。它這個房子4個車庫之外，這裡還有啱啱嗰啲玩嗰啲空間啦、barbecue 啦。他把這個地方呢是放了垃圾桶的一個地方。哦。對，怎麼開啊？就這樣打，哇！連這個都是金屬的。對，即係這個垃圾儲存啦。我哋溫哥華獨立屋，你自己要收好啲垃圾，跟住每個禮拜會有人嚟收垃圾啦。咁佢呢度都已經預先設計好咗，又係一個金屬包住免維護嘅垃圾空間，係啦。咁啊，乾乾淨淨，高過垃圾桶，就很乾淨，看出去而且可以防止動物來偷垃圾。對，呢度就係水泥拼佢，呢度拼到過嚟，這個應該是電動的吧？對，沒錯。是吧？我們現在沒有帶遙控，我哋冇帶遙控機出嚟啦。但係頭先你都見到呢邊有個沙巴速喺度，咁所以咧其實呢部車要出嚟嘅話，就咁樣彈一彈就得㗎啦。咁所以一路成個空間咧，去到呢一個位就係呢一間屋嘅闊度啦。對，這個地方可以停 trailer，可以停船，也可以停額外的一部車。挺好的。咁我哋總結一下啦，咁我哋今日呢一條片咧就好似一個溫哥華豪宅導賞片咁樣咧，就睇咗一個視覺饗宴啦。咁唔知我講得夠唔夠好啦？咁啊多謝 Eric 啦，咁咧就係都多謝業主咧，等我哋去分享呢一個嘅片嘅，因為我覺得係即係拍呢條片咧，我哋前期嚟咗1、2次去了解咧，我覺得我學咗好多嘢。我在說，我覺得我學到挺多東西的，因為我們就是做經濟，但是我們真的能接觸到非常非常做得很 detail 的這種獨立屋很少，因為我們溫哥華還算是一個雖然說很多房子，但是我覺得很多房子雖然它是坐落在西區或者哪怕是東區，但是它其實沒有是蓋給自己住的那種感覺。沒錯，它是即係好似好多屋我哋睇到嘅咧，都係起嚟投資，要考慮很多什麼出租單位啊，怎麼樣能夠賺錢啊，買了塊地之後點樣，但係好少見到咧業主本人花了很多心思，然後所有的佈局設計都很特別。基本上從設計的角度來講，從開銷的角度來講，基本上屋主是不計成本的，來打造這個產品。那我覺得這個已經不是一個房子了，我覺得這個是他打造的一個藝術品。成本多少錢？就地價，我們剛剛說了300萬，大概建築成本大概是在800萬左右。800萬，即係800萬左右，其實喺溫哥華足以買一個豪宅，對吧？800萬你本來已經可以買一個房子啦。沒錯。但係而家個業主係用咗本身係400萬左右去買一塊地啦。咁當然呢塊地唔係普通嗰啲細地啦，都係一塊靚地，很漂亮的一塊地。這個是我們可能想要找都很難找到的一塊地，然後再花了800萬。但係800萬其實我覺得800萬呢個數字佢只係一個我哋而家帳面見到嘅數字，係仲未包業主佢自己本身花啦
這麼多年的心思。我記得業主說了一句我覺得聽上去就很有內涵的一句話，就是說他從本來英文不太好，到現在所有的專業詞彙他都懂。沒錯。因為佢要同一個唔係同一個中國設計師交流，佢要同一啲外國團隊喺西班牙去交流晒所有嘅材料啊顏色，我都覺得挺佩服的。我覺得我自己都做不到這個。對，因為幾年花了很多無數的時間和精力、心血，對吧？在每一個細節。我覺得這個是，我就覺得今日呢條，即係我覺得今日咧，我哋可以分享到呢間屋咧，我最開心嘅咧係，當然啦，業主係有意願出售的，但是你有緣人，我哋能唔能夠賣到呢間屋咧，我覺得已經係第二。第一就係我覺得已經可以體現到業主嘅精神啦，就是我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我們可以就鏡頭前面的觀眾可以看到說，哦，原來溫哥華其實是有這麼優質的房子，然後其實你係有 option 嘅。如果你係中意起屋啦，你係中意欣賞細節嘅話咧，當然喺而家係在市場上賣的房子，你不一定那麼容易能夠找到有的，但是至少如果你想到了可以考慮這個房子，或者是你自己去買一個房子，怎麼樣去找設計師去蓋出來一個房子，呢個係一個都挺有意思的一個分享。應該這麼講吧，應該溫哥華很多商業的房子，對吧？很多建商建來的房子就是為出售的啊。那麼這個房子完全是全部定制，從裡帶外，custom build 到全部定制，所以呢就是獨一無二的。我們不如說說缺點吧。你覺得這個房子，如果我們真的要說它的缺點會在哪？因為我自己思考了一下，我覺得如果要揾缺點嘅話，我暫時還沒有找到，因為我覺得它的佈局很合理，就是我沒有找到一個空間。因為有時候我們看很多房子，會覺得即係有時睇完樓你會覺得，呢嚿嘢唔知我做乜，好嘥位啦。喂，呢度其實可以咁樣做喎，嗰度不如咁樣做仲好啦。但是 so far I didn't find anywhere。如果你要真的讓我硬挑的話呢，可能很多人會期待樓上有4間房。Oh, that's true。對，但是對於這個屋主來講呢，他因為是給自己打造的，所以他不需要。但是如果你要做4間房的話呢，每個房間都會小很多。對，所以基本上這個屋主也為了他自己的需求吧，做了一個最大、最量化的，或者說為了他自己定制了一個樓上一個3個房間的設計。OK，我同意 ，I agree。OK。基弟你覺得呢？你跟我哋成條片，你覺得有冇咩缺點嗰啲啊？從沒見過咯。希望大家今次睇完呢條片之後呢，點講啊？有啲咩收尾好啊？希望有機會同大家再分享多啲溫哥華唔同嘅特別嘅嘢，因為我哋拍咗咁多年 YouTube 啦，即係各種各樣嘅 condo 啦、townhouse 啦、獨立屋啦，靚嘅唔靚嘅都拍過咯。今次呢，有呢一個緣分去影呢間屋呢，我都覺得好開心嘅。咁我哋會再繼續揾多啲唔同特別嘅嘢分享俾大家。多謝，拜拜，謝謝。謝謝。